续前往我们的旅程哦。看了边啊无哦？当美国来讲，你若要看了这长的火车哈，就简单的哈。而且呢，美国跟加拿大相港哦，他们的土地太大了哦，东西之间的距离呢，几千公里以上哦，甚至同一个国家呢还有时差。所以在美国，在加拿大，你常常会看到那个列车、火车后面呢，不是一节车厢，可能一挂呢，挂了7、80个以上。等哦都有哦，那这也就是美国的特色啊。所以我当下你过铁路的时阵呢，最讨厌什么？看到火车，因为这一等呢不是5分钟的红绿灯啊，那个平交道啊，一等呢可能是半个小时以上的平交道啊，要等到整个火车的列车走完哦。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我们的美西国家公园的旅游了哈，这5大国家公园旅游，而这国家公园之旅呢，我们沿路将看到了非常多特色的景色。美西之旅呢，其实是一个坐车比较长一点的行程啊，跟旅程哦。有时候一天坐个7、8个小时、6、7个小时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哦。很多人会讲说，美西怎么可能坐那么久？那是因为你没有去国家公园玩了哦。我们这种5大国家公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坐车的距离呢非常非常的长哦。但重点是不寂寞。因为路上的风景呢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尤其是美国的公路，其实品质都还算很好啊。看我们右前方1点钟方向那边的岩石，每一个层次都是不一样的哦，每一个层次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啊，这是它这边的特色，这边是它的特色地，他们叫做搓板路，为什么都超重嘛？超重久了，头油力气都压坏了。那做起来就像马杀鸡一样，噔噔噔噔噔噔。那你看看这个地方都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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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这就是标准的沉积岩。有亚利桑那州旗，犹他州旗，这是美国，看到没有？它这个意思是这样。好，你看这个车子就是超重的，这个是地磅，看到好大一个秤哦，它上面电子跳重的，你看哒哒哒哒哒哒，它马上要跳。那你们看这里面的人，能耐然后你看这样。一个拿望远镜看，一个看电脑，他全部控制，合格他让你走，不合格对不起，到那边去。哦，你看来对，有没有看到来对？是不是？里面只有2个人，这么大一个办公室。话说这个卢迪啊，绝对是我近年来看到啊，可以把因为其实在美国这个国家公园的路程呢非常非常的长啊，那有时候你整个路上呢，其实如果没有旅客之间的互动，或者是说，在地的生活在当地的人哦，做这么精辟的讲解啊，介绍各式各样以他人生丰富的阅历呢来去讲解的话呢，我觉得会比较 boring 一点哦，比较无聊一点点哦。那所以这是在来美国旅游我必须跟大家讲的哈。其实美国旅游有几个特点哦，第一个呢。如果你真正在走的不是城市跟城市，而是走的是什么？走的是国家公园。在美国走哦，不要说国家，美国土地真的太大了哦，它的大呢超过你的想象，随便一个州有时候都超过我们台湾那么大。所以来美国旅游，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美国通常坐车要坐很久。你看这2旁边的景色，怎么舍得合上眼呢？这2旁边的景色这么美，对吧？那这就是美国它的。旅游方式哈，所以 Bigo 人家说在美国你不会开车没有车呢，好像2只脚没有用的啊，因为你走不到哪边都要开车，连上课、上学、上班开个1个小时的车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地方太大，所以不利于发展他们的捷运系统。这些地方怎么发展捷运？高铁跑都跑不到也没有那个经济效益为什么？人家很会算的一条高铁要造下去，它的成本多少？有没有经济效益，他都会算得非常清楚他不可能胡乱盖一条没有人使用或者是呢动摇国本的路这是在美国比较特别的地方啊。那也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旅游的时候呢，路程是非常的长远。你在美国，你可以看得到陆路运输非常的发达，一路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大卡车，也就代表了它的陆路运输跟那个空中运输非常的发达。反而在铁路
反而在高铁上面呢是没有发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啊。所以在美国，你到处都看得到大大小小的旅游车、大大小小的巴士、各式各样的卡车，几乎在美国算像是一个汽车大展一样。而在美国也因为人数的不一样，所以在美国旅游车、旅游巴士也分成好几种，有10几人，有20几人，有30几人。有的人会认为坐到10几个人的小巴士啊，那很不舒服，其实错了哦。有时候人数不多的时候，其实坐小巴士反而让你这个速度快了一点。为什么？因为大巴士开山路上山尾速度有限制，很多地方进不去，而小车呢反而都没有。这个是来美国旅游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你在旅游起来的时候呢就不会很累哦。很多人对于坐车的认知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国家，你看看像美国公路品质就很好啊，所以坐起车来坐长途车，他感受就很棒。有的人要看的就是这一幕哦，外面的风景呢。那所以有的人不太了解，会反而坐了很长途的车，到了一个国家玩坐长途车，反而因为长途车而弄得自己呢心情不好。那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啊。所以我说到每个地方一定要很了解这个情况啊。那尤其是台湾真的太小了所以你随便它跟国外比哇都比下去，因为真的随便在国外这车拢做孤等的然后看到无咱的这个对头前的出日头慢慢的你比较无出日头我们将抵达的是另外一个叫做西安国家公园。其实进入到西安国家公园呢，下车的点呢只有这么一个两个，大部分呢几乎都在路上呢欣赏了这美丽的西部公路的景色、国家公园道路的景色说起来，西安国家公园呢，在国家公园里面来讲呢，并不算大，认真的要把它看呢，很快就可以看完了，但也要花不少时间。它最主要的地貌呢是峡谷跟峭壁，怎么样呢都不会有比大峡谷国家公园来得大。但有趣的是什么呢？西安就在它的小巧玲珑，在这里，不管是你夏季走在山谷底下，或者是看着两旁边的高山插天很多的地方的悬崖峭壁，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的狭窄溪谷等等呢，这些有一些都是要什么健行跟攀爬才到得了。所以有的人会讲坐较久这真一个国家公园是要健行跟攀爬才会使搞的。你得想咱台湾，你去玉山国家公园你不是要爬上去才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只会在外围参观，但是呢，光这条景观公路呢就已经让你美到爆，美不胜收那很不巧，我们这一趟来呢，在西安这附近呢，刚好就遇到了阴天跟下雨天还下雪了那为何每一次我们接在年底呢去办理呢？因为很多人呢不喜欢太冷很多人呢也很怕太热很多人怕冷很多人看到热呢，几乎根本连走都不走，怕冷又怕热哇，这个就是富贵啦富贵的象征才会怕冷又怕热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挑选在每一年的11月份到1月份之间呢，来到美国旅游的时候呢，它的气候也就是最干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来旅游的时候呢，它不会有夏季40几度的高温，也不会有非常寒冷的时候。所以每一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会避开它的1到2月份最冷的季节，原因就在这边啦山不在高，水也不在深，这里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就是西安。指的是犹太人的天堂。这个国家公园跟犹太文化呢一点瓜葛都没有，但是却跟了印第安人有深厚的渊源。西安峡谷呢向来是印第安人的圣地。那在这边呢，通常你可以看得到没路灯、没光害，全部都是环保的，只有公路。到了晚上，很多人在这边露营，夜空一望无际。在这里呢，很多的背包客向往的就是这种最纯净、最天然的山水的感觉白天的气氛跟夜晚的气氛呢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呢，连那个健行都没有了，更何况呢还晚上就不可能了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得到西安国家公园里面特殊的这一些地形非常非常值得你来
有没有看到西安National Park 这个还有管制的在犹他州西南方的西安国家公园，公园的地质奇特，红黄褐色的瓦纳河砂岩呢，这经过大自然多年的琢磨，就出现了这些多颜色的彩壁彩色的表看到无这就是伊内底上盖有特殊的他们这内底呢，当然还有溪流啦，还有林木啦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往溪谷里面去走在1860年代开垦的摩门教徒见到当时这边奇特的美景，为之震撼，因此命名叫喜安。希伯来语意味着神圣安详的天堂。峡谷内所有的岩壁呢，大部分呢，也跟圣经息息相关。这说起来呢，像不像中国大陆的中午时懂一柱擎天，什么什么观音什么文化不同，人家用的是圣经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啦在这里面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附近呢，还有北边有科罗布峡谷，还有呢科罗布拱门等等呢，这个拱门国家公园等等呢，奇特的隧道、溪谷、野猫峡谷、溪谷步道，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包含了把旁边连在一起的canyon，就是大峡谷等等呢，全部都联合了在一起。这里就是西安美西，不是西安的美西国家公园，在西部的国家公园吸引人的地方。你以为我们这次走了5大国家公园就走完了吗？错了，光是在美西国家公园西部高达20几个国家公园，哇，不是只有5个20几个，我你爸妈那谁不了？路顶叫有真侪这个风景点咱拢会使落车来翕。因为这个国家公园嘛你开哩行哩，这点袂歹叫会使停车，咱停落来有的人会定定讲要画停落来
我当下出国旅游的时阵，你会看到很多人会想说这里可以很漂亮，要不要停下来？不行了，其实他们的国家公园有规定了，不是你随便想要把车子停下来拍照就可以的一件事情了。现在呢，又要到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国家公园了。这个国家公园呢，它不大，但是它的绝美景色呢，更是让人流连忘返。这个是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啊。那来到布莱斯国家公园呢，整个宽阔的景色呢，当你看到的时候呢，真的就绝对会让你震撼了哈。布莱斯国家公园里面呢，有很多的景点哦。那在这边呢，在当地印第安人呢，对于布莱斯峡谷呢，看到的这些奇形怪石啊，在很久以前呢，给他们呢认为传说那些石头原本是一群可以变成人的动物，但是呢，土狼呢给了他们美丽的家，他们非常的邪恶，土狼就把他们变成了石头的美丽传说。这美丽吗？还好啦哦。这样的传说呢，跟风景呢，其实很素培哦。你到很地方时，你得再看到这个所在哦，有真多。很特别的石头啊，很特别的石头啊，人形怪石呢，形成在远古之前。布莱斯峡谷呢，在以前是一个大湖，水消失后呢，河床露出了地面，经过多年的风化、雨水的侵蚀呢，形成了这等的风貌。我们现在就进入了布莱斯峡谷，就从刚刚的西安这是一路上的行程国家公园的串联这样子天天的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风化，这样子的雨水的侵蚀，还有此地沙漠的气候呢？早晚温差非常的大，白天的水汽在晚上结成了冰，冰呢早上呢又融化了，一层一层，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的过，这样天天的冰跟这个冰溶解的循环，造成了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景观。砂石中的铁质把原本白色的石灰岩呢染上了红色、橘色、黄色的颜色呢，这也就是所谓的特殊景观。我们来看看的是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他这里呢也是一位摩门教徒的开荒者，在1876年在这个地方开垦农场的时候，山谷中的怪石耸立，像是没有尽头的迷宫，因此呢，他形容该地呢为遗失牛的地狱，所以从这里往下看还真像迷宫呢那这个地方呢，看起来呢是如此令人震撼，如此令人觉得美不胜收。虽然国家公园跟大峡谷都比它还要来得高的布莱斯峡谷，所以就算我们12月份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残雪在这个地方那听说呢，再往下走再继续下去呢，11、12月份呢，到12月中下旬吧这里就会越来越冷了所以11月中旬一直到12月初，其实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季节再往下人讲愈来愈寒所以这个所在呢，有赞无，有水无你若但是顶管看，你一定感觉做水我跟你讲，那你更应该亲自来一趟简单的来说，这里的景色虽然镜头已经拍了，但是还是笔墨影像难以形容，一定要来亲身体验，才能够感受到这里面的伟大。这是在大峡谷国家公园当中的其中一段话。
在拱门国家公园当中，有超过2000座以上的天然岩石拱门。真正有多少的拱门呢？连国家公园也不知道。1970年代，国家公园在文件上表示呢，公园当中只有不到90座的拱门，但是呢，有一群志工拱门探索者呢，竟然找到了2000多座的拱门，所以代表呢，国家其实嘛不知道几座拱门，怪他嘛不太多太大了我们这一趟就唯一只有在拱门遇到了下雨了比较可惜。但一样我们今天还是把整个拱门国家公园进来在美国旅游很多的时候就是风景再风景所以这一趟我们的车景非常的多，那我们把它拍下来所以到后面一样我们会拿了一段之前的片段来播放给大家看看没有下雨的拱门在国家公园特别交代我们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拱门国家公园我们如何形成？约在3亿年前拱门国家公园呢是全是海洋及一片岩层海水消失了几百万年后，这个岩层呢被杂质覆盖之后呢，又挤压成了砂岩，在地层的抬升，成为长满植物的平坦高原，有雨水冲刷，砂岩又被切成长条状，经过天然的风化重力作用，就变成了今时今日的拱门国家公园。若你在100万年前在此地呢，就可以看到这里都是高原，长满了树木。若你10万年以后再来，今时今日，你看到了两种的岩层呢，风化消失，那岩层呢露出了表面。你了解吧？拱门具备的条件就是拱石需要距离地表节附近的山岩3英尺以上，才能形成像这样子如此独立的拱桥，才能叫做 arch 虽然里面有2000多座拱门，但是呢，我们挑选最精致的拱门也是所有人来这边一定会拍摄的最大的拱门。精致拱门跟其他的拱门也是一样由砂岩来组成。许多的拱门因为砂岩被风雨侵蚀而倒塌了，精致拱门承受了万年的风蚀，依然在山岩当中成为公园最著名的地标，游客们朝圣最佳的首选。精致拱门从岩石的顶端到地表高52公尺，拱门当中的大门有46英尺，整个拱石全长大约60英尺。这一个就是最震撼人心、最有名的拱门那咱今日来看嘛，虽然今天落雨啦落雨，但是呢，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啦这里面的沙尘含有氧化铁，所以这里石头当下午你老日头时阵拍落来，这的石头看起来拢红色的。日出日落色温的改变之下，这个岩石呢一天有好几种颜色一路上美景相伴，感觉就是不一样。尤其是来到美国像这些西部的地方，它的自然景观，它的大峡谷的风貌，感受到美国什么叫做大，真的来美西一趟会感受不一样。我常讲，美国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可以去推展，但大部分的人停留在美国，还是不是在这种国家公园很少见的。我在下雨天我还是一直拍摄，因为我觉得美西这一条路线呢，它有很多的景，其实就是在车子行驶在这一些公路上面的景色。当然呢，来到这些比较稍微偏僻一点点的地方你看这种景观，你看路灯都没有这就是上天然的。在美国的国家公园规定的很严格没有广告，没有什么便利商店，很多东西都没有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当然你来到美国，你就必须适应它的西部文化。你想想看，在这么美丽的公路，如果你旁边挂了很多的招牌，能看吗？你旁边有很多的摊贩，能看吗？
对不对？那连厕所一间都不盖给你哦。很多人说那美国人哦，奇怪呢，那边个人想到弄我们本受哦，东人那本受，美国人来到这边常常呢会怎么做？你知道吗？第一个，他们常常开这个露营车啊，露营车上面呢是有什么？是有洗手间的。第二种是什么呢？他们每在开车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站才去上。当然呢，他们频尿的程度没有那么高哦。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美国人呢，算是比较爱喝饮料哈，那不像我们爱喝茶，比较利尿哦。那再加上呢，他们很自觉的知道说，来到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厕所？这个自己要自己去控制自己啊。这一段路要开多长？这一段路有没有洗手间？他们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啊。所以，除非在逼不得已之下，不然呢，他们是不会随地的就在路边如果当然没有办法，还是得认了啦，对吧？所以这个这是美国很不一样的地方啊。